星巴克中国还是把自己给卖了，不是大环境不好，也不是他要关门倒闭了，而是他的股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的美国持股100%到博裕占60%，他占40%，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位网友是这样认为的：星巴克最初就是靠营销中产小布尔、乔亚式的小资生活火起来的。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只有站在人民这边的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他是怎么经营的。首先，星巴克最牛的是啥？是第三空间。说白了，你花30多块钱买咖啡，其实有12块5是付给那个能让你坐着装叉的环境的。而瑞幸一杯咖啡11块，成本才2块7，人家卖的就是咖啡本身，是让你提神醒脑的燃料。以前经济好，大家追求小资情调，这套第三空间的理论是王炸。但现在呢，经济下行，都市丽人都自称牛马了，疯狂星期四都得掂量掂量，谁还天天为那个空间买单？尤其你想下沉到3、4线城市，问题更大了，那儿的朋友更实在。你让他花30块钱，其中一半是为装修和沙发付费，他可能觉得还不如去蜜雪冰城买杯冰鲜柠檬水，剩下的钱吃个炸鸡更香。星巴克那种动不动100-200平米的大店模式，在县城那点人流和消费力面前，租金就是一座大山。这就叫成功路径依赖过去的优点，成了今天的包袱。其次，它是外资在中国拿地开店，玩不转。你想快速在3、4线城市圈地开店，就得跟各地复杂的商业地产打交道。这方面本土出身的蜜雪冰城，那是地头蛇门清。但星巴克一个外资企业，人生地不熟的，怎么跟这些深谙本地规则的玩家拼？这就显出博裕资本这个新东家的厉害了。他投过万科，投过 SKP。在地产界人脉深厚，他来就是给星巴克当开路先锋的，专门解决在哪儿开店。这个硬骨头星巴克自己没努力吗？也努力了，但全是内耗方向错了。你看他去年搞了个首席增长官，开始学瑞幸，在抖音直播间321上链接，甚至也降价促销。结果呢，热闹是有了订单量涨了4%，但总收入没变为啥。这就是典型的左右手互搏。不过是从老顾客身上少收了点钱吸引来的价格，敏感型新顾客根本不是他的目标人群，反而把自己的高端死刀形象搞得有点不伦不类。这一通操作下来，星巴克自己终于明白了，在1、2线城市跟人卷价格搞促销死路一条，真正的增长必须去更广阔的下沉市场开疆拓土。所以结论就很简单了，星巴克不是不行了，是他靠自己那套全球打法，在中国已经摸到天花板了。他引入博裕资本，就是一次精准的幻引。兼一动夯，到临改时，请手术，用一部分控制权去换取博裕手里的本地资源和人脉，解开那2把沉重的大锁。说白了，这不是认输，而是一次用空间换时间，用股权换未来的豪赌。赌赢了他，就是下一个麦当劳；赌输了，那故事可能就是另一个版本了。看到这儿，就有朋友疑问了：资本大佬千万，为什么星巴克就是对博裕情有独钟？博裕手里到底捏着什么王牌，能精准打动星巴克？当星巴克有卖出的想法的时候，可想而知，众多大佬已经饥渴难耐了。什么凯雷、春华、红杉、高瓴都来了，甚至连腾讯、京东这样的产业巨头也抛来了橄榄枝，但星巴克最后却签了博裕的手，原因根本不是谁出价最高，而是谁最懂星巴克的病根子，并且能开出最对症的药方。星巴克缺的不是钱，它全球那么多现金，它缺的是在中国市场，尤其是3、4线城市快速落地、高效开店的硬核能力。CIC 混类。博裕的3张王牌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张王牌是它的地产基因，这是解决星巴克开店难的金钥匙。博裕投资过万科的万物，云控股过金科、福、沃 K、来京、闪晃。物甚至收购了北京顶奢商场 SKP，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手里攥着大把的商业地产和物业资源，像个手握万能钥匙的超级包租公。星巴克要一傲的是少，想下沉到3、4线城市，最大的痛点就是找不到好地段或者租金成本太高，而博裕就能直接帮他在小城市的核心商圈以更低的成本锁定优质铺位。相比之下，红杉、高瓴更擅长的是线上流量和品牌营销，
但星巴克现在最渴求的不是虚的流量，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开店的地面部队。第二张王牌是他通吃高低端的消费版图，这让博裕拥有了罕见的市场洞察力。你看他的投资组合，一边是极致高端的 SKP 百货，另一边是极致下沉的蜜雪冰货。成这布局简直绝了。他既懂有钱人想要什么格调，也明白老百姓最看重什么性价比。星巴克现在卡在中间，挺尴尬的。往上走有更小众的精西稳特熟埃西问像品咖啡抢市场，往下沉又打不过瑞幸9块9的猛烈攻势。博裕的这种经验正好能帮星巴克设计双线作战策略，用 SKP 的资源稳住一线城市的高端形象，同时借鉴蜜雪冰城的经验，为下沉市场量身定制更灵活、成本更低的门店模型。第三张王牌是他深厚的关系网络，这是他隐形的杀手锏。博裕是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资人，使团队背景横跨金融、地产、科技界，在中国商界的根基非常深。你懂得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是在地方上拓展业务，很多事儿需要协调各方关系，一个外系资企业自己很难搞定，但博裕这样的本土资本就能为星巴克扫清很多看不见的障碍。所以你看，博裕的胜出不是偶然，它更像是一个带着完整光吃动逛决方案而来的战略伙伴，而不是来炒股票的财务投资者。他买下的不是星巴克的现在，而是投资一个让星巴克在中国重获增长的未来权利。最是后留一个咱们都特别关心的问题，你说有了这么一位既接地气又有资源的中国老板，星巴克会不会也放下身段加入9块9的价格战呢？还是会用别的妙招来打市场？还有，你认为博裕接手后星巴克的第一步大动作会是什么？ A 推出低价子品牌， B 疯狂开店， C 搞跨界联名， D 其他妙招。而他之后的发展是像麦当劳一样改名金拱门后迎来第二春，还是像家乐福一样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场胜负。GR 糊涂脑子红55开的豪赌，而赌注就是星巴克最珍贵的资产，它的品牌灵魂。先说说乐观的可能性，历史剧本其实已经写好了。2017年麦当劳中国引入中信资本后，门店从2500家狂飙到近8000家，改名金拱门，不仅没掉价，反而更接地气。星巴克这次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有了博裕这个地头蛇帮忙，星巴克的开店速度很可能起飞。你想想，博裕手里握着万物云、CSK 这些地产资源，这就好比拿着万能钥匙，能在3、4线城市帮星巴克低成本拿到好地段。我猜未来会出现2种店型：1、2线城市继续保留那种能坐着喝咖啡谈事情的第三空间大店，而下沉市场可能会推出30平米左右的快取店，用更低的成本匹配小城4朗方市的消费水平。更妙的是，博裕既投资过高端的 SKP， 也投过蜜雪冰城这种通吃的经验，特别宝贵。他可能会帮星巴克做2件事：一方面通过供应链和网链优化，比如更多使用云南咖啡豆，把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在核心咖啡不降价的前提下，推出更多23元左右的茶饮等新品，吸引更广泛的客群。那沃川我谁？句话总结，用资本换速度，用本土化换市场，星巴克还真有可能实现2万店的梦想。但是风险也明晃晃的摆在那里。星巴克最大的资产就是那种格调属，而格调最怕的就是不伦不类。如果为了下沉也开始搞9块9的促销，会发生什么？老顾客会觉得星巴克不高级了，而价格敏感的新客又会觉得最耶外喝是木德还是比瑞幸贵，最后可能两头不讨好。就像有网友说的，当星巴克不再装，我为什么不去喝更便宜的瑞幸？更重要的是，在3、4线城市愿意花3、4线城市愿意花30块钱买杯咖啡的人本来就不多，其中愿意为空间体验付费的更是少数。如果还开大店，可能亏本；如果只开小店，又可能失去品牌特色。这里面的平衡特别难把握。所以这场交易的本质是这道互助
巴克用品牌控制权交换增长可能性的一场对赌。我觉得星巴克不会改名叫绿美人，但它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双面精灵，在1、2线城市继续保持高冷格调，在下沉市场变得更接地气。这场实验的结果不仅关乎一杯咖啡的命运，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中国市场，未来的赢家不再是单纯拼品牌或拼价格，而是拼谁更能读懂这片土地上的消费者。最后留个问题给大家，你觉得5年后的星巴克会是什么样？是成功下沉，门店破2万变成咖啡界的麦当劳，还是卡在中间慢慢变得平庸，或者能探索出第3条路，成为兼顾格调和规模的新物种？星巴克中国这次卖身，说白了就是他那套高大上的模式不好坚持了，想找个接盘侠更好的融入本地市场，只要稳住能赚钱就行。不过不得不说，无论是星巴克还是麦当劳，都在我们这儿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我们也应该学习它的走出去。蜜雪冰城做的就很好。